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 Aaro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2026年非常有争议性的 Proton S70， 我怎么说它有争议性呢？因为很多人拿它来对比这个 Honda Civic 的 F1啊，之前的三缸嘛，那很多人是说不能来对比。那这个影片你可能看了之后，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 Conti Killer 或者是 Civic Killer。Proton S70 的售价最高也是90千左右，一般的价钱买下来能不能战胜 Civic 的操控，还有 Civic 的动力呢？这期视频会一一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啦。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可以打什么呢？Toyota Vios 啦。Nissan Almera 啦 ，Honda City 啦，才90K 的预算，你可以买到将近 C segment 的轴距，还有车身，还有 1.5 Turbo 7-speed DCT。各位在这个价位里面，你想一下啦，你要买一个 B segment 的日系的车，除了 CVT 之外，真的是没有什么好选择了的。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2026年的 Proton S70 换上了一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动力到底怎么样？181 PS，290个牛顿米，再配到这个7速的双离合湿式的变速箱，0到100的加速呢？为7秒多而已，这是官方讲的啦。这一次多了一个缸的尾力真的是比较强。因为我这辆车我已经开去槟城了3天2夜，所以在高速公路很明显感觉到它之前的区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看我之前的几集影片，我真的是把它挤到干了。在槟城的路上3天2夜的 vlog 呢，我有测试它的油耗，测试到它的 top speed。你问我 top speed 多少呢？我只能说我开到220试过啦，而且很轻松而已。我遇到一辆 Honda Civic RS， 然后我竟然跟它的加速是一模一样，真的没有骗你们，一模一样。不管是 Civic FC 还是 FE 呢，都是开在207 km/h 的。那这一辆的 Proton S70 呢，官方 Proton 是说开在250啦，实际上我做到220而已。从3缸换成了4缸，最大的明显就是在高速公路，我可能开在120、130公里每小时我需要再提多一点点的速，然后我的油门只需要排一个20-30%，它已经给到一个非常好的加速感了。跟之前的3缸很大的明显啦，然后也不需要强制降档，我觉得这样子的动力可以 feel 到它真的有290个牛顿米的动力的，而且配到这个7速双离合呢，动力也没有流失太多，所以我敢说Proton之前每一台车 X70、X50 或者是 S70 3缸，可能只上动力说150匹马力嘛，可是通常别人的车拉出来了有动力流失，可能在马力机上面可能才一个120、130，可是呢 Proton 的车拉出来的动力不输这个纸上的，表示着呢这个181 PS 拉出来的动力也是差不多这样，所以我也是很满意一下动力的。之前的影片我有在Sepang稍微开了这辆车其实那个影片的点击率也算不错一下。很多人关心的是这一台换了4缸之后的动力数据，这个是最多人关心的。那我觉得去年买的人就觉得有一点被刀叉着那种感觉。290牛顿米对标 Civic 的240牛顿米，到底哪一个扭力感觉大一点？老实讲，我开上来这几天，我会感觉到 Proton 的扭力极大。我期待以后的 S70呢会有玩家会去改装，我不知道它这一个4缸的潜能大不大。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2026年的 Proton S70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一点就是它的头灯，上一代的头灯呢，它有一个鱼眼 projector LED， 可是它的远光灯是在这边发出来的，然后它的 signal 灯是放在这个 LED 日行灯这样子是共用的。可是这一代呢，可能你觉得它是一个降级，它把它搬下来这边换成了朴素灯泡，车尾呢也是一个朴素灯泡 ，Proton 3个前后都是 LED signal 灯。这一次它把远光灯搬进鱼眼里面了，所以 LED 的头灯也是 LED 的远光灯。这个头灯真的很亮，老实讲，尤其是远光灯方面，你在高速公路闪人家高灯，会让人家看得到啦。这一代的这个 body kit 就比之前比较夸张了一点。那有些人觉得好看，有些人觉得不好看。我个人认为呢，是之前呢会更加是斯文一点点，这一次呢就比较夸张，所以呢你就不用去外面换 body kit 了咯。加上这一次呢也有后扰流板了之前就要去外面改装啦。后面有一个雾灯，压尾呢也是比之前夸张了一点的，就
就类似像 Civic RS 这样比较高一点。如果你问我这个外形要怎样认得出它是4缸的呢？如果你买到 Flagship 的话，就可以给人家看到你的这个 Body Kit 不一样哦。再来就是看它的车头灯啦，全新的轮圈设计啦。总体来讲，你没有注意看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4缸。除了我觉得它踩大油门呢，那个动力就吓到你了。2026年的 Proton S70总共分为4个等级，有 Executive、Premium、Flagship 还有 Flagship S。Flagship S 呢，现在早鸟优惠呢扣到来了，大概89千，你就可以得到这一辆 B segment 将近C segment 的 Sedan， 而且在同级里面它的动力是最强的，而且车身算是最大的啦。在我身前面这个是最顶配的 Flagship X， 拥有这个 Body Kit 赠送，还有天窗 Free Tinted Proton 会送出一个 Dash Cam， 所以不用花钱了各位。当然这一代的 S70 拥有13项的 ADAS Level 2、AEB 自动刹车、ACC 自动跟车 Lane Keep Assist、车道偏离辅助、车道偏离警示、Rear Cross Traffic Alert、自动远光灯，还有 Door Opening Warning。全车系标配6G 安全气囊，还有 ESC。底盘方面呢，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扭力梁，高配还是跟之前一样17寸的轮圈，全新的设计。配搭的轮胎是 GT 的 Comfort F22的轮胎，尺寸为205 50R 17寸，前后都一样尺寸哦。我觉得在同级里面哦，它应该是最大条的吧？没有记错的话 ，CD 好像给185而已哦。没有记错的话，它是205的宽度哈，表示什么？跑高速公路的话，稳定性会更高。前单活塞，后面也是有单活塞的卡钳。这是这辆车的钥匙，跟之前长得一模一样。当然，如果你解锁的时候呢，它后面有一个灯会做动作啦，跟之前一样的。之前一代的 S70 3缸呢，它会有那个头灯在那边闪烁的一个迎宾灯啊，但是到了这个2026年的4缸已经取消掉了，各有各好，不一定是每个人喜欢。对我来说也是可有可无啦，除了可以打开车尾箱。OK， 长按这个解锁呢，然后让这个窗户啊、天窗啊全部都打开，尽快的让这辆车可以散热。当然你要关回去也是可以的，你长按这个锁或者是按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锁门之后呢，会把所有的窗户啊全部关起来的功能呢，必须要在相机里面打开就可以了。所以你按一下锁就很方便，对吧？当然这一代的 S70 也是一样有 Remote Start 的啊，按一下锁，长按啊，这个打着引擎。OK， 它就可以了，里面的冷气就会打着了，和上车的时候也不太热啊。打开这个尾箱方式有3种，按一下里面的按钮，钥匙上面有一个按钮，或者是后面有一个电池阀，就在藏在下面这边。500升的尾箱一点都不小哈，然后还有配搭这一个备胎，椅背它可以做64倾倒，所以你去 IKEA 买东西也没有成问题啦。这个尾箱不需要多说了。至于解锁的方式呢，它不会像 X70、X50 这样靠近它会解锁给你啊，这个就没有，你必须要按这个门把上面的一个按钮的 side mirror 就会自动打开，可是只有在右边有啦，左边没有的。后面的位置呢是跟之前一模一样的啦，还有一个中央扶手，还有后冷气出风口，下面有一个 USB Type-C 的接口。那前面也挺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哦。大概有剩下1个拳头的座位，我的头部空间大概剩下1个拳头多一点。Flagship X 的顶哦，全部都是黑色的，所以不用去改了。所以室内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了。由于它的顶棚全黑，还有多了一个天窗，所以看起来一点都不压迫感。中间这边就稍微鼓起来一点点呢，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乘坐。这个头枕呢是可以升高，发泡棉也是有软的，腰部这边有支撑，非常的好坐哈。腿部呢就可以啦，刚刚好了，对我的身高来讲也是挺舒服的。小拉杆，还有一个小挂钩，后面这边是硬质塑胶，这边摸到的地方都是皮革，而且还有一点小心思的，有细节的。前面这边是硬质塑胶，没有气氛灯了啦，没有那些花俏的东西，这些小细节是有到位的。尤其是我很喜欢中间这一块，好像 BMW M Sport 那种感觉，它有一些小心思的细节的，它不是只是银色而已。左边的座椅是手动调节，驾驶员座位有4项的电动调节，而且这个座椅呢的支撑性非常的好，我开长途一点都不累，类似这样同椅那种设计哈，还有 airbag。如果是刚刚 remote start 了之后上车踩一下刹车就行了哈，这里 start 一下，这辆车我一拿到车的时候啊，那个公里数才700公里左右啊，连这个保护膜都还没有撕开，准新车一辆，所以我坐进来都是有一个非常新车的味道。天窗的遮阳帘呢都是手动的，但是如果你要发现要打开这个天窗的话，就没有按钮的哦，因为这边只有一个灯的按钮而已。设置里面 Window Control Sunroof 就可以这样子来调整那个斜度。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跟他说 Hi Proton Good evening. Close Sunroof. Sure, it's closing. OK， 就这样而已咯。这个就是有点小可惜啦，没有按钮给我。然后这个sunroof这边呢，就是打开一些通风 ，OK， 关掉。
OK， 这一个右边呢，就是有的调整你的头灯高低，还有你的打开车尾。这个仪表呢跟之前一样，然后你要操控这个界面的话呢，你必须要按这个按钮一下，然后你就是有一些选项了哈。你可以去到 EPS mode， 这个就是你的方向盘的，你可以放去 Comfort、Normal 还是 Sport。可是我就把它开着，跟着它的驾驶模式来更换的。还有 Overspeed 超速警示，这个 Volume 呢就是来调你的 Signal 声啊 ，High、大声、Medium、Low。Maintenance reset 啊 ，time set 啊 ，OK。有些人问我这个仪表上面要把它更换 AM、PM 可以吗？是可以的 ，Time mode， 然后12 hours 就可以了，跟 Saga 一样。Unit 呢，你可以换成 temperature 这边 Celsius、pressure， 我喜欢看 kPa， 然后我喜欢看 km per liter。那右边呢，这里就是你的 GPS， 要用 Proton 的 map， 它才会显示在这边呢。用 Apple CarPlay 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哈。Personalize 呢，就是可以换它的主题啦。有些人喜欢这样。OK， 有些人喜欢这样，可是转速表就在下面哦，我就没有这么喜欢哦，我还是喜欢带圆形的，所以我喜欢这个。然后这个仪表呢，时不时都会有流星下来的 ，OK， 这个就是之前Proton的一些小细节啦。当然，这个仪表呢也可以换成白色的，白色就是看鸟儿。可是我就没有那么喜欢看白色。你可以放 Auto， 它会跟着时间来更换的。左边这边可以更换一些显示的，你按这个左边的 Signal 这边有一个 Trip Button，Trip A、Trip B。轮胎的胎压，然后这个就是你的瞬间油耗。相机方面呢，就跟之前一模一样，这个我不需要多说了。但是这一个就多了一个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这个就是买了3缸的朋友就比较期待的一个啊。如果你要回到这个主页面呢，除了按这个 Proton 的 logo， 下面这里滑上来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这里一个 Home Button， 按一下它就会回到去主页面了。冷气这边呢就有一些快捷键，在下面这边可以调一下温度，而且你们可以听一下那个 Button 的声音，是不是很 premium？还是 Light 内循环 Front Defrost， 你看下面这边滑上来的就是一些冷气的设置啦。下面这边还是保留着有一个储物空间，还有一个无线充电。这边有一个 USB 插槽，但是如果你要 Type C 的话呢，它必须要在左下方这边有一个 Type C， 所以要快充的话，我接线会比较快。这里还有一个12伏的电瓦。那换挡的方式呢，跟之前一模一样哈，你踩着刹车拉2下。它就会去到 D， 按上去2下就是 R。手动模式的时候，你就可以推到去左边。你可以看到仪表上面瞬间会去到 M1， 降档左边，要去升档就在右边。回到去 Auto Mode 拉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是 Parking Button， 自动手刹，还有一个 Auto Hold， 这个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才可以使用的。这边一个小的置杯架，很好的可以让我放手机在这边，多好！又有 Apple CarPlay， 又可以这样子操作音乐，多好，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置杯夹，比较深一点的，你可以拿出来。内部的空间也是相当大一下的。当然这里没有冷气出风口在里面了。可以关起来。然后这边有一个手扶箱，还有这边的包皮啊，都是有一些细节性的处理的哈。这边有一个手动的，这里就可惜了，没有灯哦。左边也是一样没有灯哦。如果要更换驾驶模式，上面这里拿下来有 Comfort、Eco、Sport， 它就会开360了。我打右边的时候，它帮我照右边下面有什么东西嘛。可是它照的角度哦，看起来不像在 Side Mirror 有一个镜头了。我觉得它的 software 做到相当不错一下啦。还有就是我开了 Transparent Mode， 它就会记着我后面有什么，来变成了这个我车底下可以看到透明了。这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这个已经是我非常适合的角度了。自动头灯、自动远光灯、后雾灯，没有自动雨刷啦，可是你可以调那个速度的，用这边 Initial 这边可以调。OK， 拉一下就是扫一下，扫水呢就是拉进来。你就可以烧水了。收起它的 Side Mirror 呢，这里转一下，打开它的车的引擎盖，还有油盖。代号为 BHE15 EFZ 的一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Proton称为 IGT Turbo， 181 PS， 290牛顿米的扭力，配搭这个7速的双离合湿式的变速箱，0到100加速为7.5秒。所以这颗引擎其实是 Geely 还有 Proton 新一代的模组化引擎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 Proton 的 X50 Facelift、X70 的4缸，还有现在刚刚发布的 Proton X94缸。所以这具引擎比之前呢加多一个31 PS， 还有64个牛顿米的扭力啊。我们来试下这一台2026年的 S70 1.5 4缸。那这次因为这辆车有 Auto Hold 哈，所以如果完全停下来，我把那个刹车踩深一点点，然后你看到那个仪表上面多了个 P， 它就 hold 着了，所以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呢都很方便。那一到绿灯了之后呢，我轻轻踩一点油，
OK， 我必须赞赏这个 Proton 的这个 Auto Hold 啊。当我解除这个 Auto Hold 的时候呢，它会一边解除一边正在解松那个离合器啊，所以它整个过程是很顺的，它不会好像以前这样，当你踩了之后呢，它还在绑着那个 Auto Hold， 然后它的离合器解松开了之后啊，它就会弹出去那种感觉，一下子那种弹射啊，有一点不太舒服，所以可能你要用一点小技巧，你先点一点点油门，让它松解了之后呢，你再踩油门上去，会更加的舒服。那现在就不需要了，你直接这样子踩而已。所以它有做出很大的改善啊，关于这个 Auto Hold 的功能。而且这个 Auto Hold 呢，你如果在斜坡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踩的那个刹车太深，它的 Auto Hold 是不会上锁的嘛，对吧？然后这时候如果你可能在斜坡你要踩多一点油门，你没有 Auto Hold， 它还是会 hold 一个几秒钟的。我们所谓的叫 Hill Hold Assist， 所以这种细节很到位哦，所以 Proton， 对，他也了解到我们用车的那个心声，而且每一次呢，我们有什么回馈啊，他好像都听到我讲这样子的话，可能变速箱没有怎样啦，没有安装了哈，这里没有什么啦这样他就做出来这个东西给我们啦。可能没有 Pedal Shift 的话，以后你加一个嘛，好吗 ，Proton？ 我们来示范一次 Auto Hold， 现在是有一点小斜坡。当前方走的时候，我轻轻点油门，好顺畅，有没有？一档换二档也没有什么犹豫啊，直接上二档啊。现在我是用这 Comfort Mode 啦，因为我平常驾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用 Comfort Mode， 感觉到它比较怎么说是刚刚好的。可能你觉得太暴力的话，你用 Eco Mode 会比较好。那 Eco Mode 的话，那个冷气就没有这么冷了哈。Auto Hold On 的时候啊，后视镜看到后面的刹车灯是有在亮着的，双离合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调教的，就是我顺踩那个油门，你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动力流失那种，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是290个牛顿米的扭力，它扭力真的是坦白讲蛮强一下，也不需要太高转。当扭力强的车可能你维持在一个4000转、3000转已经很足够了。然后你反而这颗引擎它在5500转已经是开了的。它就会强制升档。现在进入这个塞车时段的话呢，就希望可以用一下 ACC 咯。反正这个 ACC 有 Stop and Go。各位，一个9万块的车的 ACC 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就 set。而且我把这个跟车距离是放在最远，然后因为现在我用是 Intelligent 嘛，所以它在时速可能30以下是看不到这个地下的线。所以它还是会跟着前面的车，如果它拐弯的话，我都会影响到我啦。老实讲，这个就是弥补在低速的时候没有，这个 Lane Keep Assist 的这个时候，这样顺开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它的踩油跟放油的时候都动作都蛮丝滑的。当然它不是最丝滑的一个，因为它毕竟还是才9万块，如果你比起那个20万啊、30万以上的车呢，那这个已经算很好了，而且它跟到的蛮细腻一下，前面的车的距离跟它的那个偏向，当然还是要我 hold 一下 steering 那你看一下前面的车要开始进来我的车道啊，看它会做出什么动作呢？它会不会急刹车呢？不会哦，它还会让道哦。给我们换一下车道看看。OK， 我们看一下它的 meter 上面那辆车啊，我的车子，我踩油它会不会哇开 boost 开 nose？ 你踩油就会有那个 nose， 跟之前一样呢。切记啊，这个功能不是让你玩手机的时候用的，这是辅助你而已，它只是一个辅助，尤其是在城市会比较好用。有时候啊，无端端这种塞车的时候我是不想跟着快速通道的 fast lane 的，因为经常最多意外发生就是在这边，无端端去紧急刹车，然后搞到后面全部连环撞，不明白为什么。这次 Proton 的这个变速箱呢，稍微的跟之前上缸的有什么不同啊？我感觉到它就是第一个就是升档更加的敏捷，更加的快了，而且它的逻辑也更加的好。所以有时候在我可能他知道我在这里过弯，他会可能降速的时候呢，他会降档啊。当然它的转速不会太低的时候降了，可能在1500、1400的时候它就开始降档，就让我可以在过完之后呢，可以快速跟上那个动力，所以整个过程是我觉得有大提升的。而第二点就是它的手动挡方面呢，是稍微比之前好了一点了。之前真的是
降档呢很慢，明白吗？现在是快了一点，可是呢也避免不了3档要降2档的时候，它还是很保守的。你必须要在3000转以下，你才可以完成这个降到2档的动作。那2档到1档都更不用说了哈。你手动模式的情况下，你真的要差不多完全停下来，你才能切换到1档。因为我们也是很少用到1档啦，因为它1档是比较短暂的，比较短。这具的变速箱在城市里面的调教的这反应呢，跟它的实用性是真的超棒的。可是只有一点就是把它调教成每一次过完减速带，然后它就会用2档起步因为你们知道吗？我过减速带的速度是慢的，我不会快的，因为我为了要舒服嘛。有时候它是一个小的不尖的那种减速带呢，它其实我的速度是可以快一点的过。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要用3档会比较好，但是它却选择用2档。OK， 所以表示着我踩回油门的时候，它会好像立马换成2档冲出去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放 Economy Mode 还好一点。这个就是我觉得一点小顿挫感呢。可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嘛，你再过慢一点就行了嘛，对吧？要么就快一点过，要么就慢一点过。我就是在卡在那个中间的速度那种，要上不上。油耗方面呢，我个人认为这台 S70 它的油耗就是同级里面比较耗油的一具我是说城市驾驶里面可是上高速的话，可能就大家差不多。如果你要追像一样的速度，可能要维持在160、180的话，其实 S70 是最轻松，动力最强，而且呢油耗也是跟同级差不多。我相信你拿Toyota Vios你在城市里面很省油，对吗？可是如果你在高速的公路，你一直要飞160、170它也可以到那个速度，可是你一直要全油门不然就是80%你才能追到那个速度的时候，这样就不是耗油了嘛，对吗？而且你的动力不强的车的情况下，你要每天在那个时速的话呢，你会看到你的瞬间油耗是很低的，可能你在9还是10这样子。如果你稍微每天在100、120的时候你会看到是省油的没有错，可是跟160的是差很远的。城市里面对我是比较耗油，可是如果面对这种不会完全停下来的这个交通，它是 OK 的。我觉得它是蛮省油的，它可以维持在一个12、13。这样子走这样子顺着走的，反而你一直停下来那种这一具引擎就比较耗油了。但是你要记着它的动力就是同级的里面的2、3倍。你要所谓马儿跑得快，就要让它吃多一点草，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现在去 Sport， Sport 了之后，你会看到它的明显它就会暂时提高它的转速，在6档，然后我的油门的反应也是比较灵敏的。而且这次的油门的调教真的会比之前好很多。以前一直嫌波段的这个油门的反应较为慢嘛，对吧？这次蛮不错的，再配合这个变速箱没有什么动力流失所以你的踩下去的时候那感觉是极好。敢去跟同级踩一下看谁的油门反应比较好，我看讲是它。OK， 这个时候我就换去 Vehicle Control ESC Sport， 我们试一下0到100。OK， 踩。你问我这辆车 top speed 可以去多少 ？Proton 的官方说是250 km/h 啦，可是我自己是做到220。OK， 那我现在是踩一个58%油门而已之前在Sepang测试的时候对这辆车毕竟它是一个 Sport Sedan 没有错啦，可是它的悬挂呢是调教为比较适合日常生活驾舒适的，上高速公路的。可是如果你硬要做这种高速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它悬挂是偏软可是它又不会软到完是感觉到就是 absorber 软，然后 spring 是稍微硬一少许然后它尾巴是很听话的，虽然它只是一个扭力梁
它 Proton 还是调教为比较偏推头这样啦哈。这是在Sepang里面试得到的。可是如果你讲高速公路啊的稳定性是极好，真的好。比起同级来说，它又稳又快又有力啊！而且我觉得它的风声呢是到140开始它才来这点风声。可是如果你在听着音乐的话呢，音乐会越开越大声的，你在唱机里面设置就可以了。OK， 那我觉得是时候我们来尝试一下它的这个6粒喇叭到底有没有提升哈。活得開心，心不記恨，懷疑今天歡笑唱首歌。任空間吸收新的快樂，在晚風中敞開心鎖。我个人认为哦，这次的 S70的喇叭是有比之前提升了的。之前好像一张纸这样，没有 bass， 没有重低那种感觉啊，反而这次有了哦，提升了。但是我也要调教成我现在这个 equalizer 啦，我用 custom 啦，你们可以参考我的一下。不一定要跟着我，你们可以调自己喜欢的。方向盘我可以放到去 Sport 了之后呢，就会比较重嘛。而且在日常生活加 Comfort 的话是对，停车都是很轻的。可是，在跑高速公路它就会瞬间变重，重的来有那种欧洲车那种感觉，所以它一点都不会怕。跑高速公路的时候还是很稳定的，瞬间变重的感觉，安全感真的是满满。而且这个引擎哦，比起之前的3缸，它的怠速的噪音也是小很多很多，在外面听的时候，或者是打着引擎那瞬间哦，3缸会有一点starter 会弄到它抖动那种感觉，这个4缸就不会，而且怠速的时候的4缸也在坐在车里面会更加的舒适啊，完全没有察觉得出来。maybe 醒目一点的话，我来的话。OK， 110过这个弯，很不错哦。我喜欢它的操控哦，灵敏。可是 Proton 最灵敏的车是什么车呢？就是 Proton Saga， 在城市里面驾是最好驾的。二来就是 S70啊，因为车身也不重，比起X50那些X70的 SUV 那些会更加的好驾。我觉得。Proton 做对了一点就是其实大马还有一群很喜欢sedan的朋友们的，不只是一直要 SUV 的，所以有sedan的出现多了一个选择。好像我这种人我跟Nicole小蚊子都很喜欢sedan，所以Proton对了。未来希望很多其他中国的品牌的车子可以多带一点sedan进来的。因为sedan毕竟开高速的公路，对，虽然视野没有 SUV 好，可是我的稳定性，我的那个什么风阻就小过 SUV 太多了，所以稍微的比较好开一点。好嘞，那我们就到这边了哈。S70呢是在马来西亚同级里面呢，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台车，它有给天窗啦，什么动力是最强啦，而且最重要它不是 CVT。所以，如果你们要买车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联系我然后可以跟我下单然后带你们去试车可以兴致眈眈跟你们说这辆车的确是好开。因为对我来说，买车最重要是好不好开，因为我每天都要面对着它。如果我为了它的什么二手的保值率、什么耐用性、什么鬼，然后我面对着一个我不喜欢的内饰、我不喜欢的操控跟驾驶感受，这样子你会后悔吗？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为了这个而被约束呢？就买自己喜欢的车就好嘛。对呀，没有一辆车是十全十美的，只要适不适合你的车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这集影片就到这边，我是你的爱的人，我们下一集的冲上云霄再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拜拜。